有请主持人赵川。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波鸿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心理学专家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曲薇老师。来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他从一开始就欺骗我，每次和好他都会说改，可最后还是老样子。他现在一点都不相信我，经常小题大做，还处处提防我。是他的种种行为让我越来越失望，我真的不知道该结婚还是该分手。我现在就想和他2个人好好过日子，他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邹先生36岁，来自重庆，婚庆主持，有请。刘女士32岁，来自重庆，化妆师，有请。欢迎2位啊！是打算要结婚了是吧？我们现在就是处于备婚状态，就开始筹备婚礼这块了。哦，就筹备婚礼是吧？啊，对。结婚证领了吗？还没有。哦，就是在准备结婚的这个，对，最关键的阶段。对，就是在这个阶段吧，我就特别犹豫，我不知道是该选择结婚还是选择分手。哟，到这儿就犹豫了啊？对。谈了几年？3年了。过去是同事吗？一个主持，一个化妆。我们之前不是同事吧，就是说他去的活动我们俩都能碰得见，然后我们俩就是17年的时候就认识了，谈了2、3个月，然后当时吧我就觉得，我想看他是不是对我真心的，我就想让他给我发个朋友圈吧我照片，然后他当时也同意发了吧，然后我就无聊的时候我就用小号去看他朋友圈，结果我看不到，他设置了一个仅我一人能看见。然后呢？当时我就特别的气，然后我就想吧，这才交往2、3个月，他就对我耍心眼儿，这以后结了婚，那指不定他还能干啥呢。然后我就当时选择分手了。分手了？对。那后来怎么又好上了？分手了过后吧，其实还挺喜欢他的，挺难受的，也挺后悔的。有时候看见他跟那些女生谈笑风生的，那我心里也特难受。对，你跟人分手了，人当然可以谈笑风生了。对，然后他就去年的5月份又来找我复合了。等，去年的5月份？对。至少等于分手了半年之后，对吧？是的，分手了1年半的时间。分手1年半的时间，你又去找人家了？对，分手了1年半，中间我也交了一个女朋友。我在心里面和她比较了一下，我觉得当初她对我做的点点滴滴，我觉得还是她对我是真心的。我又鼓起了勇气去找她，希望和她和好。哦，你又交了一个女朋友，这无所谓，你分手了可以有交女朋友的权利。对，你可恨，你还在心里又比较了一下。对，和那个女朋友也分手了嘛，然后我就去找她，希望和她好好的在一起。当时就是特喜欢她吧，最后她来复合吧，然后我也就答应了。哦，其实我一直都对她是真心的，而且我们和好之后，我带她去见我爸妈呀，带她去见我朋友啊，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在一起。我俩就是婚庆公司的嘛，然后他就把我介绍到他们公司去上班，然后都感觉还挺好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体检的时候体检到就是要做个手术，结果我手术的时候压根我就没见过他。然后手术好了过后吧，我给他打电话，打几10个电话他也不接。哦。他跑去跟人家过生日去了。因为这个事情嘛，我也给你解释了，我不是给朋友过生日，那是一个客户，我是维护我们今后的这种关系。我也并没有说扔下你不管，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让我妈妈过来照顾你的。我当时也觉得我妈妈照顾她的话，应该肯定是比我照顾的要仔细一些。那你妈妈照顾我和你照顾我一样吗？那我当时不是特需要你的照顾吗？怎么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妈妈照顾的话，应该比我照顾的要好呀。而且完了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赶回来弥补你。跟客户的安排是提前安排好的，是这意思吧？对。女生的手术是临时安排的，是吧？是。是一个门诊手术还是一个住院手术？就是住院手术，阑尾炎。你走的时候跟女生说了吗？说我还有这么一个客户。根本就没跟我说。我当时没跟她说，我是怕说了之后，因为我不在嘛，怕她心里面有些担忧啊，会影响她做手术这个心情，所以就没有。那我当时怎么想呀？我从手术出来，我就需要你的照顾，压根就没看见你人。我打几10个电话你都不接。
我也是为了我们今后更好的生活呀。然后出现回去，我就以为他真的就会补偿我，好好照顾我。然后咱俩就看电视，看着看着吧，他突然就当着我的面给他前女友打电话，然后我当时就懵了。干嘛呢？因为我是在我朋友圈看到我前女友发了一条心情极其不好的一条心情，她是因为我才到重庆去的。她在重庆和我分手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亲戚和朋友，我就把那你们都分手了，跟你啥关系呀？人家女孩还打电话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给我打电话。”你还那个热脸贴冷屁股。虽然说我们分手了，但是我也担心她呀，我也希望她过得好呀。而且我真的是当时怕她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我就打电话问候一下，关心一下。那我才做了手术，你不应该是关心我吗？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当时我也跟你说了，我觉得在我能力之内，不管说是我的前女友还是我的朋友，我都愿意去帮助他们。那女孩子还说让你别给你打电话，你还要给人家打电话。那女孩子如果说哪一天说我心情不好，勾勾小指头，你不是也屁颠屁颠的去了呀？不会的，你要相信我，也要相信你自己。哈，行吧。后来呢？然后当时我就没力气跟他吵啊，就去看他手机的聊天记录，然后就突然翻到聊天记录，就是我们化妆公司的一个摄影师，是个女的，我就看到她跟人家聊暧昧了，叫人家亲爱的呀、宝贝儿呀这些。实际是她那样叫我，我回应了一下。其实叫什么亲爱的呀、亲啊，我觉得现在是一种网络用语。公司那么多女的，为什么你就叫她一个人亲爱的宝贝儿？那你也没叫我一次啊。当时我也跟你说了，我和她认识，在没有认识你之前，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有的时候开开玩笑啊什么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这玩笑能乱开吗？是个女孩子都不能接受，好吧？后面实在忍不了了，我就提分手了。啊，分了吗？分了。分了怎么又好了？就年底的时候，他们公司嘛，就是搞一个活动，他打电话。你等于离开他公司了是吧？对，我分手了，我就走了，没在那儿了。然后他就举办一个活动嘛，然后他就把我连哄带骗的，然后就去了那个活动现场，然后他就抱着一束花，然后唱着歌，然后就过来给我就是道歉、复合什么的。这么高调啊！然后当时人太多了，有太多以前的同事啊、朋友也去了嘛。然后当时我就被那个气氛，也就架在那儿下不去了。这后来咋就成求婚了？我就莫名其妙就答应求婚了，我自己都还懵着呢。啊，是这么和好的？这事儿都没说清楚，就是唱个歌。对，然后当时就是那个人太多，气氛在那儿架着了。因为我们分手之后，我还是回想了我以前的点点滴滴，觉得很多事情做的还是欠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想和他在一起，然后我就买了束花，然后请求他的原谅。当时有很多公司的同事啊在旁边起哄说让他嫁给我，让他嫁给我，我就说了一句你嫁给我好吗？然后他就答应我了。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你求婚也是被嫁的吗？当时是想复合的，但是很多朋友在旁边起哄，我就说了一句你嫁给我好吗？哎呦，傻姑娘哦！当时就是阴差阳错的，他也跟我说错就错吧，咱就将就错下去就开始结婚吧。然后我俩就开始去备婚啊，准备这结婚的这些东西。后来去订了婚纱照，然后我们约定了时间，到了时间点他也不来。那我为什么不来呀？人家所有女孩子求婚都有戒指，你给我戒指了吗？我特想要一个戒指，你都舍不得给我买。但是我送给了你一个特殊的礼物啊。什么特殊礼物呀？不就一个口哨吗？那口哨你说我有用吗？对你来说那是一个口哨，但是对于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求婚礼物。什么口哨？就是可以吹响的一个口哨。哦，这是你亲手做的？买的。哦，那怎么独一无二呢？因为花钱我也能买啊。因为人家求婚就用婚戒嘛，但是我求婚就用了口哨。我知道我脾气不太好，我当时就跟他说，如果说我今后惹你生气，你吹响口哨，我会第一时间来到你的身边，会听你的话。那你那口哨有用吗？当时他说他一不听话，我吹了他就会听话，怎么样的？啊，然后有一天吵架，拿着口哨我就吹，看他能不能听我的话。啊，听了吗？没有，他把我抱着不让我吹。他当时准备吹的时候，我就抱住了他，因为他非要把我们的照片发到朋友圈。我说等我们结婚的时候，真正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你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让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知道你。那为什么要等到结了婚你才发朋友圈呀？那现在群里不都发吗？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总是这样不信任我，吵吵闹闹，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也很烦。我是觉得他对这份感情他自己都不坚定，那我怎么能安心啊？我觉得他现在总是这样怀疑我，处处提防我，严重的影响到了我的工作。有一次我到区县去工作吧，
然后来回开车要好几个小时。我晚上回到重庆，他又和我吵，又和我闹。那你不是就跟那个公司的女同事聊暧昧的女同事一块儿去的吗？那你不把我支开，我怎么就生气了？你回来，那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我不是把你支开，我也跟你说了，那天那个客户他没有要化妆师。你明明知道他就会去，所以你才故意支开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比如说，他有一次他要去弄头发，我高高兴兴的陪他去了。我觉得里面的声音有点大，我就到店门口去玩手机。他又觉得我是在和其他女生聊暧昧啊什么的，又和我吵。那你在店里面不是看得好好的吗？你要不是心里有鬼，你往外面跑什么呀？当时里面的声音太吵了，所以说我到店门口去玩，我觉得比较安静一点。我在镜子里面反光我都看见了，他就一直在那里跟人家聊得可开心了，还在那打字。我看了一个搞笑的段子，然后我就评论了一下。那今天我问你，你也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因为当时我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嘛，因为你总是这样怀疑我。就因为这个事情吧，他又给我爸妈告状。因为我觉得我管不了他，我只能让叔叔阿姨就是多说说他。你们俩为什么不分手啊？这样闹这么多别扭。现在分的话也就不好，因为我俩不都订婚了吗？婚纱照也拍了。酒席也定了，彩礼钱他也给我家了。你说现在如果退的话，退了彩礼，退了婚席，为了自己的幸福嘛，这有什么呀？但咱都走到这一步了，所以我自己现在就是特别纠结，到底是该结婚还是分手。就是如果说这个能退酒席的话，你选择不结了是吧？不是说退酒席不结了，就是说现在他爸妈亲朋好友都知道。你说那没关系嘛，你自己觉得合不合适嘛？我自己也特别纠结。后悔不？我说实话，我不后悔。啊，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一个女孩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折腾她，是她不信任我，处处提防我，真的是这样。不是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她吗？我心里面肯定有她呀，不然的话我们分分合合好几次，我不会主动的去和她和好。但是她自己不信任我呀。就拿前段时间来说吧。我从外面回去，他总是问我：“你到那个地方去干嘛呀？到那个地方去干嘛呀？”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怎么知道？后来在我们的吵架当中，他才说他在我手机上面关联的一个软件，他随时随地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待了多久。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不信任，对我的不尊重。那你要是给我安全感，那我会那样做吗？那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就让他把这个软件卸掉，然后他也不卸，他拿要退酒席来威胁我。那我不是说计划后面我不是没退吗？我也知道现在都走到这一步了，要退的话咱也得深思熟虑，不是吗？本来我们准备结婚了嘛，然后去看了一套房子，我说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他非要写他1个人的名字，为什么要写你1个人的名字？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不是更好吗？那你也都跟我结婚了，你干嘛就不愿意写我的名字呢？那我写我的名字也是给我自己一点保障而已了。你现在都这样子了，那以后如果说你再做出什么事怎么办？签我的名字的话，以后如果你再做一点出格的事，至少说你还能有点顾忌吧。如果说你给我1份信任，我给你100%的满意。虽然说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你有点怀疑，但是我敢向你保证，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只要你信任我，我会好好的对待你，珍惜你，爱你，我也不知道呀。男生，你觉得跟这个女生的恋爱也好，结婚也好，是对她的恩赐吗？我觉得一半的一半吧。换言之，你跟她在一起，你是有很强的心理优势的，对吧？也没有什么优势啊，我觉得她也挺漂亮的，也是我喜欢的类型啊。不然的话，我不会反反复复。不然的话，你不会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一个女孩身上反复这样。这个我们也理解。然后我就想，你这一辈子非她不嫁吗？也不是说非她不嫁吧。我现在感觉就是非她不嫁呀。没有，就是我觉得分分合合这3年来，就是我还是挺喜欢他的。我也就是说现在特别纠结，现在婚也定了，啥都弄好了。是。你说我现在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抛开一切这些东西，你们就是不合适，可能曾经很合适，但是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彼此伤害很深了，你还会硬着头皮结这个婚吗？我就是不知道，我就是自己就是特别纠结。先生是一定要结婚的是吧？我是想，只要他信任我，我也会好好的。他信任你可能非一日了啊，可能也许未来30年你们在一起生活，你的妻子会对你很好，但是他可能就这么一直不信任你了，你还结吗？不结。我要问的其实已经问完了，在这段故事里面，我只有一个谜题是没有搞清楚的，
咱们一起找答案好不好？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分分合合的还那么不舒服，那么不痛快，还非要在一起？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来到了爱情保卫战，这说明女生内心的纠结迷茫，她真的走不出来了。男生，你在我眼里，你才是一个资深的化妆师，你自己给自己化着浓浓的妆，当然这种妆它叫伪装。你耿耿于怀于你的未婚妻对你特别敏感，为什么？因为你需要被敏感。你又耿耿于怀于你的未婚妻对你不信任，这是因为你无法被信任。你们反反复复几次，每一次他都有前科。女生，你不要太自信，自己力量的强大，能够去真正的改变他。我们说女生有时候她真的是一个感性动物，一旦男人在你的面前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你会自己去说服自己，让自己去相信对方，他只是一时的糊涂，然后呢，飞蛾扑火，结果引火上身。一次的痛苦不够，还要一次次的痛苦，最后变成了无数次的痛苦。我说你应该明白，口中的忏悔还是心中的忏悔，是需要你自己心里考量一下，好吗？好，谢谢。好，谢谢包红兄。男生，你就把他当成一个随叫随到的备胎啊！你交了那么多女朋友，一个一个拿来跟他做比较，在心里比较一番以后，发现哦，还是他可以骗得那么轻松，可以听我话一些，我再翻回去找他吧。你太不尊重他了，你当着他的面儿给你前女友打电话，你把他当什么呀？所以你是什么情况啊？你找到了一个可欺可骗的人，但又不甘心跟这个人结婚，但是你又得吊着他，因为这个人不足以满足你的虚荣心，你需要这些周围的女性给你带来光环，但你又需要有一个贤妻，你哪边都想要，你什么都得不到的。跟女孩，我就跟你说一个事实哈，一个男生在社交圈，就是自己的朋友圈，屏蔽你或者冷藏你，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是第三者，见不得光；第二种情况，他正在或者未来打算搞暧昧，如果公开了你，就影响了他拈花惹草；第三种情况，他觉得你条件不够好，拿不出来炫耀；最后一种情况，他和你只是将就，你不在他未来的计划当中。这四种情况你自己对号入座，但我相信你心中早就已经有答案了，你只不过就是不愿意承认和面对去接受这个事实。那接下来你的问题就是你要做一道选择题，你的人生从此之后是要一直被隐藏的、冷藏的过日子，还是大大方方亮出你的幸福？如果你接受了这种被欺骗、被冷藏、被不尊重的话，你能忍受得了，那你就继续；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人生不值得的话，退彩礼。谢谢。好，谢谢肖娜老师。问女方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刚才我听到说是要结婚还是要分手，是因为你们已经定了婚期，包括已经通知了双方的家属，已经付了彩礼。那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婚期没有定，也没有通知双方的家人，那你会做什么选择？我还是挺喜欢他的。他舍不得，还是舍不得。也就是说，刚才那些仍然还是你的借口。你虽然谈过2次分手，但是一旦复合，你有几个要，在我这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第一，要官宣；第二，
要婚纱在工作账号上发布；第三，要房产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这些都想证明你们的关系，是不是？恰恰你的这一点，让你的男朋友有了一种安全感。只要我一求你，你就会复合；只要复合了，你就害怕跟我断了这层关系，还当着你面给前女友打电话。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接受得了，你除外。所以他敢在你面前做这种肆意妄为的行为。男生呢，你的不尊重让他患得患失，所以他就跟你出难题。你以为你得到了，你以为你很骄傲，但是他会让你官宣，让你写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什么？因为你太胆大妄为了，让他不放心。所以你自己种下的因，还得自己吃下这个果，对你其实没有好处。所以说婚姻呢，要互相的尊重，不要因为我有点自豪，把对方踩到脚底下，你觉得你就舒服了，你舒服不了。他也是人，他会想用他的方法来追求他的安全感，他会折腾你，要你官宣，要你婚纱，要你写名字。我告诉你，未来如果你们结婚了，这种模式不改变的话，他会无休止的管你要这个要那个，最后说分手的有可能是你，那就不叫分手了，肯定叫离婚。所以说，不合适分开，合适彼此尊重，只有这样的话，这个婚姻才能走得更长久一点。谢谢于老师。医生，我仔细看了你的资料哈，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别人贴照片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照，你贴照片是你们俩的婚纱照，可见你对一场隆重的、有面子的婚礼多么的渴望。那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说心里话。这个目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自己也不知道结婚还是分手，因为如果一旦结了婚吧，我就想以后万一我不幸福怎么办？我觉得你今天来的潜意识的目的是，如同你去找他妈他爸一样，如同你让他在工作室的这个官微上去发布你们的照片一样，你是想让我们去说他，让他改，让他浪子回头，可能吗？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应该问问自己。我还注意到资料上有一段啊，你是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吗？是，一直没有说出来。我是生怕你是被这段婚姻打倒了，至今没有爬起来。你2次勇敢地跟他提分手是对的，分手之后呢，你有没有重新再去找有可能的另外一半呢？有吗？没有。你做的是什么？你做的是看他谈笑风生的跟其他女生在一起，你做的是他一次毫无负责任的即兴的发挥，说求婚吧，你答应了，2次都是这种结果呀。你没有自信，你对幸福没有憧憬，你憧憬的就是那婚纱照，那个戒指。你最重要的是问自己，不是装一个软件监控他，不是房子上一定要写我的名儿，万一你要犯错的话，我告诉你是有成本的。不是的，你要告诉自己，你在哪儿啊？你的价值，从一上场到现在，你的声音都是什么样的？委委屈屈的，唯唯诺诺的，细声细气的。而他呢，字正腔圆，他的优越感全是你给的，是你造就了这么一个浪子，每次回来，你绝对是为他开门的。你的自尊在哪里？自爱在哪里？你自爱的表现是什么？树立你的原则，你勇敢的对这些所谓暧昧啊这种不专一的人说拜拜。那些过往的他的女朋友跟他暧昧人都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才回来找你啊，因为别人不要他，明白了吗？就这样。男生，你喜欢他吗？我喜欢。所以如果说你的求婚是因为别人说的，你不觉得荒唐吗？未来如果你们要分开，希望不是别人说，是你亲口跟他说，我是因为不爱你，不是其他的原因，承担吗？女生也是一样，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别人觉得你幸福不幸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幸福。过日子不是靠别人评价的，好好对人家，不管是分开还是在一起，善待吧，你给不了他，你可以放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亲爱的，在人海茫茫当中认识你，我觉得是我最大的荣幸。
在一起3年的时间，我们吵过、闹过，但是我相信我们更多的是幸福和甜蜜。今天，我当着所有的嘉宾老师的面，我向你保证，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一定会照顾你、关心你、疼你、爱你，不管是今后贫穷也好，富贵也好，我永远都陪伴你，不离不弃。只要你不离，我永远不弃。我知道在以前的生活当中，我有做得欠妥的地方，但是我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的改正。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走进婚礼的殿堂，让你做我心目中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其实3年了吧，我觉得分分合合了很多次了，所以这次你也让我考虑一下吧。哎呀，我以为要主持婚礼的呢。那段词背得不熟哎，我看他们主持特别好，什么不管是贫穷、疾病、富贵与什么什么，那都是大排比，你只用了一个。我刚刚不是在背，是发自我内心的想对他说的话。听明白了，我肤浅了，谢谢两位，来，请回，请回。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下载京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还有话跟他说吗？我想借此就说几句，不管我们以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我性格是这样比较外向的，但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我以前是做过一些可能欠妥的事情，但是你永远在我心里。如果说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爱你一辈子。所以你回去之后要，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去证明，我会好好照顾他。哎，你别老是跟那个台上那些话，你就掏点心里话，就那么难吗？这话翻译过来不就是我错了吗？我意识到你很珍贵，我回去我再追你嘛，不就完了吗？踏踏实实，你就你，哎，行吧。不管结局怎样，还是那句话，是他还是下一个，爱过还是没爱过，尊重他，好吗？谢谢您啊，请回。还是那句话吧，其实生活的选择是他们在做，我们给到的是角度。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男生能够真的有所反思，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俩相处了3年的时间了，我越来越受不了他了，我想跟他分手。分手是不可能分手的，他想分手就分手，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真的是很无奈，我觉得我们俩根本不是正常情侣该有的样子。我劝他分手就不要想了，我今天可以给他个机会，让他说说我到底有多不好。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小周，23岁，来自新疆学生，有请小周。女嘉宾小王，22岁，来自新疆学生，有请小王。欢迎两位啊！是高中同学是吧？对，我们高中就认识。后来怎么就变成恋人了呢？当时好朋友嘛，就一块儿就考到杭州了，就这么就在一块儿了。现在是校友，大学校友。我们2个不在一个学校，但在一个城市。那也够有缘分的了，不错啊。那个怎么了？就他总想分手，我就觉得这分手应该女生提呀，他天天跟我挂在嘴边。不，那就说明他真想分啊！你是真想分吗，臭小子？对，我是真想分。我不分。不是为啥不分呢？他追的我呀。啊，就是要甩也是你甩他，是吧？对，啊，必须是我甩他。那个怎么着啊？为什么非要分呢？我实在受不了他了，受不了了啊！你说说，不讲理，你不讲理。主持人，你看他就这样啊！你说啊，他说的时候你听一下，他说完你再说，好吗？来，你先说，怎么不讲理？
他就是我吃喝住行他都要管我啊。就是假如我今天想吃面条，他想吃米饭，但我今天就不能吃面条，就必须得跟他吃他的米饭才行。他还爱吃一些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东西，我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动物的内脏，还有就是脑花、大肠这些东西啊，他就非得让我吃。那你咋就不能吃嘛？不是你吃你的，他不吃不也行吗？就我们当时他不吃牛蛙，我说这好吃，他尝试了一次，哎，他说挺好吃。那我觉得这个动物内脏也挺好吃的呀，我就想让他试试嘛。那怎么就不能吃了？太血腥，我是真受不了那个味儿。那就不吃呗，你吃你的，他吃他的，不就完了吗？那你说以后住在一块儿了，那还得开2个灶啊？那我就爱吃这个，你要不吃，那你不就得让我饿着吗？那就开2灶呗。我不会做饭，那就他做什么你吃什么呗。我就吃动物内脏，他都不想给我做。那可不是吗？那你就自己做呗。那我不会啊。真是什么都要是吧？你是不是就这么想的？对，他不光是吃，他连穿他都要管我。有一次买了个情侣装。新衣服我有个习惯，就得洗一下才能穿。是应该呀。对啊，巧了那天我就刚好去找他，他呢就是穿的那一件情侣装，但我没穿，然后他就因为这个发脾气，让我再折回去，然后再过来穿湿的过来找他。那你为什么不穿呀？主任那个衣服他不是昨天买的，他买了有1个星期了。你说谁不爱干净？那我买我也洗啊。你说你早点洗嘛。就那么巧，我第2天穿，你头天就洗，你头天洗也该干了呀。你就是不想穿，你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我男朋友。不是我不穿，我洗了。游泳的时候衣服是不是？泡温泉的时候衣服是不是？穿不穿？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能穿呢？现在就不行了。哎，上马路的时候为什么不穿比基尼？游泳的时候可以穿，为啥不可以呢？问你呢？就有穿啊，我就让他穿。对呀，那你提前通知他说明天要穿。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常识啊！你说你买了件新衣服，你说你不穿，那你不得把它放过时，放旧了再穿吗？行，这个生气是吧？对啊，所以说我下次学聪明了，我每次出门我穿什么，我给他拍张照片发给他，我再去找他啊。然后我见着他，他就说我里搭外不搭，外面可以，里面又不搭，又让我折过去1个半小时。对呀，那是你审美的问题啊！你说哪有外面穿个绿的，里面穿个红的？那你搁谁受得了呀？那我领你出去呢。人家叫国际大撞色，你不知道吗？那不行，那国际大撞色好多人都理解不了，你那样多丑啊！我1天时间都耗在这了，来回奔波，路程又那么远。不是你就傻了，你知道吗？以后背一包，包里放着衣服。对呀，你怎么你说穿哪件就穿哪件？对呀，那别人怎么想到，你就想不到。哎呀，您这是找了一时装模特，不是男朋友，您这要面试啊，每次都。行，衣食住行都管是吧？对，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的话，一般就是除了发脾气之外，他还以什么来了结这件事儿呢？给我摆脸色，最终结果就是我得给他写1万字检讨起步，他才满意。就这样。你写过检讨吗？写，我都写了1本子，1万字的，1万字起。你说的，他那不是写，他那抄，他在那个手机上收藏了一个写检讨大全。那我说，那你这根本还是意识不到自己错哪儿了呀？那我也不可能说是写1万字那么多那个啥，我肯定没有那么多能写的呀。那我没办法，只能到网上。那就是没意识，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错哪儿了肯定能写。现在人家说了。我错就是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分手，我来纠正你错误，不行吗？不行，不分。他还有什么要求啊？就是每次出去玩，他都要问我一句，就说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知道你涂了什么颜色的口红？哪个女朋友不问？那你说谈恋爱就这么点小事啊？那我打扮好看是给谁看？那就给你看，那你咋就能看不出来呢？那你我今天涂的什么颜色？萝卜色。那不能说出来吗？那也是我做功课了呀，我专门因为你让我背了一些口红色号。你说呀，你背哪去了？正红、活力、复古红，珊瑚水样、南瓜色，泥巴牛血色。你看你这坑坑巴巴的。可是我也记住了呀。那你有什么能了解我喜欢的东西呢？我知道呀，我知道你喜欢看看电影啊，听听歌呀，这些喜欢那些车呀，对不对？那我也知道呀。那你知道什么牌子吗？那我不知道，那也有原因呀。我现在买得起车吗？我天天搁你耳边说，哎呀，我要买个什么名牌车，那我不给你徒增压力吗？那我不让你活得也累吗？你说咱们有钱了，我比谁都积极，我天天查。我是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是我听着都没办法了啊。还有就是他什么节日他都要过啊。
那我觉得节日它存在，它有存在的意义，对吧？你说如果大家都不过，那节还设立它干啥呀？所以我就说要过节嘛，这有错吗？哪个女生不过节呀？哎，清明节你过吗？不过。清明节为什么不过呢？以后再过。为什么以后过呢？等我不在了再过。你这还什么节日都过，这孩子也是，你也得分呐，你这还真是。他不光是这种普通的节，就是有些我都没有听说过的节，他都要过。比如说6月6号，他还定了个主题叫"我是你的眼"，要是让我蒙上眼罩陪他逛一天，弄得我那天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哎，你别夸张事实，他青一块紫一块真不怨我，他过马路我都牵着他。他吃饭我都喂他，他那青一块紫一块是他自己上厕所的时候磕的。这是什么节啊？就是爱眼日。爱眼日的时候，就他要把自己扮成盲人，你要做他的眼是吧？对。那为什么不是你扮成盲人，让他做你的眼呢？他天天跟我诉苦，说我这对他不好，那对他不好，我不想能让他享受一天吗？哦，享受了吗？怎么没享受？饭好不好吃都我喂到你嘴边，我给你吹好了。我磕着碰那还叫享受？那你说你进男厕我没办法呀，你进去偷偷把眼罩摘了，对呀，你应该摘眼罩啊，孩子。那还是你的原因。我不敢呀，我怕被他发现，他就得不是他又不去男厕所，你这不还摘了？真是傻孩子。哎呀，他们俩是活一对儿，你知道吧？一个愿意虐，一个受啊。除了这个，还有，我为他跳楼了。哎，停！你不要搞得好像我要谋害你一样，那是翻好吗？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住平房，那翻个楼不很正常呀？那底下是草坪，而且重点是我不让他翻，我没鼓咏他翻，他自己翻下去了。还不是因为当时他要看电影啊，但是我们宿舍门打不开了，宿管大人说那开锁的人得过会儿才能来，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明情况，然后他就在电话那头说。我不管，你赶在电影开播之前必须得到那儿。然后我没办法了，我就直接从2楼跳下去找他了，但是也是没看上。那电影是我1个月之前我跟你说看这预告片，哎，我跟你说我想看，你说行啊，那我才定了呀。那他就这么来晚了，那票都作废了，也浪费钱。那这次是个意外啊，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那意外不是我造成的呀。那是谁造成的呢？那门造成的。哦，哎呀，这姑娘厉害了去了。你们俩谈了几年恋爱？3年，我都已经受不了他了，让他3年。还有就是他把我新买的自行车给我直接砸掉了。我为什么砸呀？女生爱漂亮，我那天穿了个白色的纱裙，结果那自行车他就把我裙子给刮破了，他在那笑，他在那一直笑。你为什么要笑呢？我砸你自行车也不是说我神经不对，那是你态度呀！你别笑呀，你指着我光笑，笑有用吗？那是你下来你不注意，车轮给挂着了，挂烂了，你怪我？为什么要怪我呢？那我的自行车他肯定不挂我，那就是因为你的自行车，那你就不能提醒一下？你说，哎，宝儿，你下车的时候你注意一点，那不就不刮破了吗？而且你要笑，你要不笑我能砸吗？我把你自行车砸了，你难受不？我也笑着对你说，修一修就行。你什么感受啊？你是直接发脾气了，扭头就是给我砸掉了，好吗？那是你自己说的。哎，没提过分手啊？生活里提过吗？我提过，我不同意。我是真的是受不了他就是不同意，死缠烂打。不是你怕什么？你就死的不敢分呢？因为他知道我爸妈电话，他也知道我家庭住址啊，我怕他给我爸妈说，他给我爸妈说，那我爸妈就得说我。那不还是因为我说的有理，你爸妈才像我吗？我要说的没理，你爸妈能向着我吗？所以今天来这目的是把这个事儿让大家评论评论，是吧？对。哎呀，你这可够惨的了。那你们只听他片面之词啊？那以前的时候他对我也特别好，就过节的时候吧，也知道送个礼物，结果最后变成我送他礼物了，他就绝对不给，不是1次2次，还说这次算了吧，这次算了吧，这不是1次2次。你要是什么节都过，确实也给不起啊，一大学生，我替他说一句啊。不让他花钱，他就是跟我说一个节日快乐，就我希望他能记住我。就是你们俩1年过的最多的节是什么节？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要过那个啥生日月，那1个月他都要。什么叫生日月？就是他生日那1个月，他都要像过节一样。我2月份的，那才几天呀？给你免了几天呢？那20多天啊，那么长时间啊！你平时也这么照顾我啊？就是多了一个噱头而已嘛。我还必须得每天伺候着他啊，我像个他的奴才一样，还必须这样扶着他。这哪里是你的男朋友啊？
哎呀，你真给他过1个月呀？那没办法呀，那他都要求，那能咋办？就等于这3年每年的2月份都是生日月，都伺候着啊，就我伺候他。男生答应女生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我之前许这生日的时候，我问过他，我说是不是我许什么是生日愿望你都答应我？他说行，我才许了这个生日愿望的。哦，他哪想到你许这么个生日愿望？他以为你许的生日愿望是好好跟他过一辈子，你咋没许这愿呢？你那个愿望他许。他许愿你觉得有用吗？要是那个愿望我觉得挺好，我就觉得有用，我就让他有用。啊，这姑娘还挺聪明，知道吧？哎，你是要真分还是假分？咱们不开玩笑说，是说你这做法太作了，我有点受不了，老师们帮帮我。你是这个心理，还是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是真分了？你把话跟我们说清楚。我是真的不愿意跟他谈了，他太……我不分。你看，他太明白了。其实要为了这个姑娘好啊，真爱这个姑娘就一定要跟她分，就让她挫折，让她懂事儿。你怎么那么残忍呢？我跟你没什么关系啊，我岂不是？那你雇佣他跟我分，那就是残忍啊！你间接的你就伤害了我。哦，我不能鼓，你们都是老师啊，我无所谓，对吧？你们可不能胡来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你姓王，你有王者风范。那也不行。行了，哎呀，而且男生你看，你在女生面前就是4个字：复仇就范。是不是你潜意识里认为女生她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对的？他给我灌输这种思想，不管他做错事儿还是对事儿，那都是他的对。那我想和女生说，你这样的一种做法，他不反弹、不反抗，在很多方面，他确实是喜欢你。换了其他人，你去试试。我也没有给他说那么强势，就是不用强势。他说的几个，自行车也好，织衣服也好。哎，说到织衣服，你们2个大学离得近吗？不近，我要去找他得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让你1个多小时，再1个多小时去把那件湿衣服穿回来。对，你于心何忍？洗了，谅解一下不行吗？你这真是霸道，太霸道，太霸道了。当然，你再这么霸道下去，你真的成不了他的太太的。我想今天他接受不了，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男生也在看着的时候，哇塞，幸亏不是我的女友，真的，我儿子一定。下次为止，你惊吓到大家了。男生，我还是想说，你以后真的出不了门，也不要从2楼或者更高的楼跳下去了，好吗？珍惜生命，珍惜我们的生活，好吗？好，谢谢波峰兄啊。女生，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外表很精致，但实则廉价感很足。作为长你几岁的姐姐，我觉得你如果要这样的再继续把自己装扮成公主的话，你会把你自己人生毁了的。你觉得自己是公主，在家里爸爸妈妈把你捧为掌上明珠没问题。可是你知道公主最值得让人喜欢的是什么吗？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让别人尊重她。你想要让所有的人把你当成太阳围着你转没有问题，但是太阳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它会带给人们温暖啊。你这样并不会让别人珍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把自己的分数拉低。男生，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所有他的种种的行为都是你迎合呀。就那句话，你惯的，是因为他第一次让你这样做，你就好顺从；第2次顺从，现在你忍不了了，你为了留住他，你也不择手段呢。所以你现在说分手，那你就干脆分呢。你这样一直拖着他，也是在害他。你之前满足他一次又一次的这些要求，你最后把他逼到了这个绝境上，然后把他推下去。所以最可恨的就是你，这些事你怎么都能答应去做呢？是原则问题呀。穿着湿的衣服过去，不会感冒，不会生病吗？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有点理智，好不好？爱情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是爱情里面有人生，是人生里面有爱情。记住这句话就好，谢谢。谢谢沙娜老师。来，于老师，我先采访一下沙娜老师。啊，你在热恋的时候有没有一小段时间和这个有点类似？哦，没有。还没有哈？哦，真不是这样啊，那是比较少见。他的爱情是非典型爱情，不用采访啊。恋爱当中热恋的时候，小女生有那么一段时间，像这种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作一下闹一下，是吧？但是这一下子3年，这可能就让人受不了了。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不这样啊。啊。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小女孩，不是22岁的小女孩。嗯。可能是15、16岁的小女孩，这几年你没长大，用我们心理学的话叫退行了，你退行到更小的年龄段里面，也就是说你这种行为在热恋当中一段时间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在3年时间里面，到今天这个状态还这样子，那就说明你在拒绝成长，你在享受15、16岁的这么孩时的一个状态。有人疼，有人呵护，我怎么撒娇都有人配合我，所以你享受这个状态。但是我说，这个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如果拒绝成长的话，等过几年你突然发现他真的走了的时候，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这要成长。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男朋友想对你好和男朋友应该对你好，这2句话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他主动的，一个是我认为的。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你看说多好啊！那我想问一下，现在男朋友一味的配合你，你认为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被动。被动的，他就很累了。一旦进入被动的状态，他就不愿意做，就抗拒，甚至不惜来撕毁你俩的关系，以分手作为代价，因为他太累了。1次2次可以，但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还有。为什么3年你没有成长？因为这3年下来，男朋友的各种配合，都替你表达了你的情感，这就说明你内心缺一些东西，缺的可能是对人生的规划呀，是学习上啊、做人方面呐，等等等等，缺很多东西。但是男朋友他只能一时性的给你，他不会一直给你。一个能够这么将就你的男朋友，今天他已经说了要跟你分手，你应该要悬崖勒马了。男生呢，就还是那句话，那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可以有罢演的权利。你一味的顺从，他变不好，只能让他慢慢退回到10几岁小孩的状态。要长大，不能一直是个小孩。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担当。未来，比如说，当你结了婚了，你有孩子的时候怎么办？包括你的父母老了，你能不能有能力去赡养他们？这都得需要你考虑。所以，到此截止，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听明白了，谢谢于老师。我其实刚才听到一个细节挺感兴趣的，就是说川儿问说你有什么把柄掌握在女孩手里呢？比方说我给她父母打电话，那她父母应该是蛮喜欢你的哟。你在他们面前绝对不是这样的表现哟。在长辈面前肯定就是要乖巧一点嘛，毕竟长辈肯定不太喜欢疯疯癫癫的丫头。他也懂收敛，懂，是的，温顺一点。他懂。但其实这里面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不分手，他说分手？其实是你离不开他，他随时可以走，他之所以没走，是因为他还是喜欢你，他能把你这些所谓的作呀，这种过分的举动视为撒娇。这是你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他是能够懂的。但即使他懂，他受不了。他可能今天说分手也只是无数次分手的一次，绝不是最后一次。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离开他。这个能够是说你具备离开他的能力，你有吗？没有。你的世界里好像只有他，因为你太过于关注他对你的每一次细小的反馈，太过于放大了。把生日放大到1个月，把所有的这细节做到极致，这是你的问题，你离不开他，所以在爱当中你迷失了自我，这很危险。当然
可能年轻人都会处于这种阶段，但是你要迅速的觉醒，你要知道自己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事情，还有别的更多的让你去追求，让你去实现价值，体现你的价值的东西。可能马上毕业的工作，可能更多的友情，更多的这些自己的技能成长，而不仅仅把心思都放在他身上。就冲他现在对你的事事答应的这种状况是靠不住的，因为真正成熟可以靠住男人会知道在适时的时候拒绝你，让你吃一堑长一智，让你能够成熟起来，那是真正的爱。做好这一点，你就知道怎么相处这段关系了。男生也是一样的，我不相信你能离开他，你只是很无奈，你爱的能力也不强，真正的爱不是这么百依百顺的，你会受不了的。把这些细节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去掌控好，好吗？我希望你们俩能够继续走下去。好，谢谢曲总。姑娘，咋样？他们说的？挺有道理。你呀，接着扛吧，这手一时半会儿分不掉。那除非他也愿意写10000字检讨给我啊，那你就是小孩嘛，生活挺平实的。其实你们俩看，今年大4对吧？你们俩马上就面临要进入社会了，爱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其实他这一段这么依赖你的时光，也许对你来说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一段美好回忆。步入社会，他会见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也会见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会快速的成长起来，你也会成长起来。那个时候，这段撒娇打闹的日子可能是最美好的岁月。再让你们这么闹，再让他这么胡来，他也来不了。珍惜，对于你来说，过了那个年龄过了。于老师用那个退行用的多好啊，非常专业呀。你要想一想，反思反思。面对生活，请你们慎重。长大吧，一起进入真情60年。我挺喜欢你的，我觉得老师说那么多，我不是不能改，我就是怕你走。我总觉得如果我不霸道一点，你可能下一秒就走了。我也可以改，一直在一块3年了。我从开始我挺温柔的，因为我觉得你喜欢我，肯定能接受我所有的缺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你。我就觉得我们就一定会走到一起，我才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也知道那些事情太过分，可是我总是很感性，我就是觉得你喜欢我，你就要宠着我，接受我，我就是希望我们俩不要分手。我会考虑的。姑娘说得好啊，其实人家越喜欢你，不是越应该珍惜这份喜欢吗？别再任性了啊！行了，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好不好？来，请开门。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来来来，礼物送给你们啊！谢谢，谢谢你们，请回。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祝你们幸福啊！拜拜。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金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险。有网友提问说，我的老婆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我承认我在工作能力上不如她，但生活中我非常的照顾她，每天为她洗衣服做饭，可她回到家却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结婚3年了，从来都没有对我微笑过，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婚姻太失败了，当初的感情都不在了吗？
我到底还要不要这样窝囊下去？可能在工作方面，的确妻子是强势的，你是弱势的，但如果论及对家庭的付出，你一定是强势于他的，所以我并不觉得你窝囊。祝你幸福吧，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